OK， 已经生成完成了。这一次它居然很顺利的就把这张平视图的效果平移到这张鸟瞰图上来，而且完成度非常高。在做灯光量化效果图的时候，我们一定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我这里已经做好了一张项目的效果，但是呢，我的另外一张呢，它只是换了一个角度。通常情况下，我们又得重新做一遍。那么，能不能够让 AI 直接学习这张平视图的灯光，把这里的灯光平移到这张半鸟瞰图上来呢？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这个古塔的项目，我也找到了一张参考图，我就想把这个塔的灯光做成这张参考图的样子 ，AI 能不能够帮我实现呢 ？OK，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AnyLight 的新功能。在编辑面板下 AI 图像编辑里面的灯光效果平移，它就能够实现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想法。只不过呢，这里面有较多的注意事项，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它是同一个建筑的不同视角，而这个呢，它是不同的建筑，而同一建筑呢，又分为视角相近和视角相差比较大的情况。不同建筑也分为视角和结构相近，或者是视角和结构相差大。这些不同的情况处理的方法是有区别的，所以这里我们需要详细的来讲一讲。先来讲同一建筑，这里我先不继续往下，直接来生成一张图。比如说我这张鸟瞰图已经做好了，我把它当做参考图，我要它完成的是把这张鸟瞰图的效果平移到这张平视图上来。那我把平视图拖过来，然后点开灯光效果平移按钮，它会自动的打开下面的平移规则3个选项，分别是原图优先、平衡模式、参考图优先。我建议就是选择原图优先就行了，因为我们做量化设计是需要保持这张原图的结构的。如果选择平衡模式的话，它有可能把参考图的一些结构引入到原图中来如果是参考图优先的话，那么就可能有更多比例显示的是参考图的结构，所以默认它也是选择原图优先，你不需要改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提示词要不要写呢？这里有点反常识，提示词尽量不要写，因为提示词的加入会扰乱 AI 的学习，我们直接点生图就行了。只不过这个生图过程会需要一定的时间，我在剪辑的时候会把它剪掉。那么这2张图它其实是2个角度相差比较大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的参考图呢是这一张，这张参考图已经包含了这张平视图学习灯光所需要的全部内容，所以相对来说它是更容易生成的。如果是同一角度的视角相近的话，应该是完全可以一次性就成功的。这里我们先等它生图完成。OK， 已经生图完成了，可以看到它通过这张半鸟瞰图的学习，已经能够把半鸟瞰图图平移到这张平视图上来了。因为这张鸟瞰图里面包含了这张平视图里面所有的灯光，所以 AI 学习起来是相对轻松的它可以一次成型。那么如果反过来，以这张半鸟瞰图为原图，以这张平视图为参考图，我们再让它来生成试一下。那么这种情况下有一定的概率它会直接生成原图的这个效果，也不能够说100%就是说鸟瞰图它的学习难度很大，点开这里，它大概率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生成的图比较接近参考图，甚至有时候就是这张参考图原因就是一是参考图的夜景完成度和构图强度太高，权重很高，导致生成的效果更偏向于这张参考图，就是因为它的权重太高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它会直接采用更容易生成的那张图，那更容易生成那肯定是这张参考图了，因为这张参考图它的完成度本身就很高，所以大概率就会出问题这里我们等它生成完成再来说解决方案。OK， 已经生成完成了这一次它居然很顺利的就把这张平视图的效果平移到这张鸟瞰图上来，而且完成度非常高。它没有出错的话，我们只能换一个案例，就是用这个角度，它也是用无人机拍的参考图，我们用这一张，这也是用 AnyLight 生成的了解 AnyLight 的应该都知道怎么去生成。现在我们把参考图替换一下，原图替换成这一张，然后再让它生成。我们说了 AI 生图它是有概率的，有可能同样的设置这一张没有问题，再点一次它可能就会出问题。即便这里没有出问题，我也要告诉大家会出现什么样的坑。其实这个鸟瞰图的完成度是非常高的，和我们手动 PS 的相差不大。我们这里等它生图完成。OK， 这里已经生图完成了，可以看到这一次它生成的图就是我们这张参考图的。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2个，就是参考图的权重太高了， AI 会直接使用更容易生成的那一张。那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降低参考图的权重，让我们的原图显得更容易生成也就是针对这2个来的。第一个裁切原图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张图你不要这么大，你把它裁一点，
裁掉这些。为什么要裁掉呢？就是这张鸟瞰图的内容比这张平视图的内容要多得多，所以呢他就觉得很难，他就会选择直接生成这张平视图。如果我们裁切掉一点呢，没有多余的内容的话，是不是就会稍微简单一点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裁切的原因，就是让生成的这张图更简单一点，裁切掉多余的部分。第二个就是缩小参考图，模糊参考图，参考图不要高清，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这张参考图它是一张高清的接近3000像素的一张图，它的完成度非常高，导致它的权重也非常高。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缩小，把它模糊化，这样它的权重就更小了，它没有那些清晰的结构了， AI 就更容易把它理解成一种灯光语言，不会把它当成品图去生成。这是第二种方法。第三种方法就是在参考图中加入白天原图，那这个也是提高白天图的一个权重，减弱这张参考图的权重，也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添加一张，把这个白天图拖过来，甚至是再添加一张，把白天图又拖过来，这样我们就有3张白天图加上这张底图，它的权重就可能高于这张夜景参考图。那么我这里就先生成一下，我不知道行不行啊。在目前情况下，这张参考图还是高清的大图，只不过我们现在有3张白天图，看行不行，直接点生图。然后我们来解释一下这里我已经按能够组合的方法给大家整理出来了。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底图这里放一张白天原图，然后参考图这里放一张夜景图就行了。但是我们刚刚就是这样做的，而 AI 生成出来的它是这张夜景图。那么我们的第二种方法就是底图上放一张白天图，参考图上放一张夜景图，再放一张白天图就行了。这样我们就有2张白天图，它的权重就可能高于这张夜景图。那么第三种就是我们有2张白天图，但是把这张夜景图改小，改成多小呢？就是512的图把它丢过来啊，就是这样子。只不过我在512的基础上又把它给模糊了，可以直接截图，不会 PS 的话，你就直接把它缩小到512，大概就是这么大，然后截一下图，保存就行了，甚至更小一点。总之我们的目的就是让这张夜景的参考图它的权重降下去，让白天图提升上来。我们既把它缩小，然后又把它模糊，那它的权重就更小了。像这一张啊，等一下我们来试一下，这里先等它生成完成。OK， 已经生成完成了。这次我们看到，即便我们3张白天图，只有这一张夜景图，它生成出来的依旧是这张平视图。也就是说，这张夜景图它的权重实在是太高了，即便我们3张白天图，依旧是抵不过它。怎么办呢？我们把这里移除掉一张白天的，然后我使用这张缩小到512大小的，然后还进行了高缩模糊的图。一般情况而言，你只需要缩小啊。我这里是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进行多次的试验了，直接把它拖过来。现在这里是一张512的进行高速模糊的图，然后我们再进行生图。如果说这种情况下还不行怎么办？那么这时候就需要降低原图的生成难度，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 AI 它会直接采用更容易生成的那张。如果在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是认为平视图的夜景图更容易生成的话，那我们就需要裁切原图，就是这里说的把白天图裁切，我们把周边大部分的环境全部去掉，只需要这一部分，然后给它生图。这样的话，我们的这张原图相对来说就更容易生成，同时这张参考的夜景图它的权重足够低，那么应该就能够生成我们想要的效果了。也就是我们一边压低参考图的权重，一边让原图更容易生成这样大概率的就能够实现灯光效果的平移了。我们这里等它完成。OK， 现在它就是生成这张半鸟瞰的图了不再是这张平视的夜景图了。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应该理解了这里的一个逻辑，它为什么会生成这张参考图的效果，而现在为什么又能够生成我们想要的这个底图的夜景效果，原因就是这2点。这些组合你如果理解了这个原理，其实就不需要去记了好 OK， 同一建筑的灯光效果平移我就讲完了。下一个视频我们再讲不同建筑如何进行灯光平移下个视频再见。